中国人顿顿离不开的炒菜，外国却基本没有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，那就是生物学上的人种差异。在不同的人种中，高大的白种人无疑是体型最为壮硕的，在他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里，盐、油等炒菜必须的佐料是不重要的。了解一下西餐的烹饪方法，就会明白，西餐做菜的时候讲究的是对食物本身味道的保留，尤其是上等肉品或者海鲜之类的食材。欧美人觉得无论加上什么都是对原有美味的破坏。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保证美味不被泄露呢？那当然是蒸煮或者烧烤，这是最简单最原始的食品加工做法。比如牛排、披萨都是烤的，意面是煮的，复杂一点的地中海海鲜饭也是蒸煮过后再把各种食材混到一起。所以我们看西方人的家庭厨房里基本上不需要炒勺，电煎锅、煮锅、烤箱就足够了。中国人吃炒菜，西方人不爱吃炒菜，归根结底是因为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渊源。中国人离不开炒菜是因为穷吗？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有很多，公认的文明古国就有4个，但如果问最具美食文化渊源的国家是哪个，自信一点，那肯定是中国。历史悠久，地大物博，自然资源丰富，更重要的是人民勤劳智慧，善良淳朴，有这样的前提条件，才能诞生享誉5洲4海的中华美食。当然，我们的祖先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会煎炒烹炸，这需要一个漫长且反复的演进过程。青铜器想必大家都听说过，今天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是我们的民族瑰宝，还有著名的天下9鼎，在夏商周3代始终都是中原王朝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几千年前，这些由青铜制成的鼎最开始的作用就是烹饪。从外观看上去，鼎和现在的锅基本上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做工更为精致考究。作为坐拥天下的天子，只有他一人能够享用9鼎的美食，在天子之下，公侯伯子会依次减少鼎的数量，这也是等级制度的体现。即便如此，相比于后来皇帝们的山珍海味，先秦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确实显得寒酸了一些。很简单的道理，不管青铜鼎做的再怎么精美，没有香料的辅助衬托，大锅炖煮的东西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。直到秦汉时期，上到王侯将相，下到普通民众，中国人的饮食还是非常朴素的。在延续上古时期先祖发明的烤肉和煮饭的基础上，最多也就是把菜品做得更为精细一些。我们看到很多反映这一时期的古装电视剧里，动不动就摆上各种浮夸的食材，其实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。无论是一统6国的秦始皇，还是打赢楚霸王的汉高祖，他们都吃不到现在西安城内的凉皮肉夹馍。汉武帝时期，奉命出使西域各国的张骞，第一次为中原大地带来了异国物产，大量粮食作物、果蔬、香料等流入中原，中国人的饮食水平得到了自夏商以来的飞跃发展。到了南北朝时期，物质资料进一步丰富，再加上多民族的融合，中原大地上的饮食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。在这一历史阶段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写成了世界农业领域的巨著《齐民要术》，并在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炒菜的做法，用铁锅烹饪，起锅烧油，油热下入食材和各种佐料，稍微煸炒做熟后即可出锅。只要技法得当，菜品必然是香气四溢。这在今天我们看来无比寻常的操作，却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引发了烹饪方式的全面改革。炒菜从此成为中华食谱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。有意思的是，由于《齐民要术》的作者贾思勰是山东人，而且成书时他正好在齐国古都临淄做官，所以很多人起初都误以为《齐民要术》中的齐民是指山东百姓。而实际上，在史学官方的解释中，齐民不是名词，而是动词，有使天下百姓都能平等的寓意。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在炒菜之后的发展历程中，诞生于山东的鲁菜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。尤其明清两朝，鲁菜成为了皇家宫廷宴会的主要班底。现在各地开枝散叶的8大菜系，其中煸炒一类做法也都是以鲁菜的烹饪手法为基础。就像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，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不同，大一统思想与小国林立政治格局的不同，同处于一片大陆上，东亚与欧洲文明却朝着一点也不一样的方向发展。我们人类的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趣。
虽然文明的碰撞会产生冲突矛盾，但如今的我们都已是朋友，学习了解对方的文化，又保持着各自文化的独立，这才是最合适的相处之道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